没想到，本王还能与长公主有一战的机会。就那几千兵马，也敢来围攻我们萧南郡？什么将门虎女？我看呀，分明就是楚灵的一世英名要败在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儿手里。这种小事啊，王爷不必管了，让末将去教训教训他。王爷，长公主想与您谈谈。长公主这来做事。既然他要谈，那你就跟他说，本王腿脚不便，不能出门。不过王府的大门为他敞开，他随时可以来谈。你我都知，此乃鸿门宴。你若进了萧南王府，那便是羊入虎口；你若是成为了萧南郡的人质，楚都恐会左右为难。你多虑了，太傅和谢艳芳巴不得我殉国呢。你信不信，他们连追封的谥号都想好了？此事绝非儿戏，你可当真想好了？我知道你的担心，萧南王这个老狐狸，连谋反都要打着护驾的名号。若是长公主死在萧南王府，你猜史书会怎么写她？这逆贼的罪名，不想担也得担上。所以，阿九可愿陪我赌这一局？当然，莫说是萧南王府，即便是黄泉地府，那也得去。这一次，我们都要好好活着，必须活着。一个王府，这规制倒是把想要当国君的心思给刻在门楣上。那我就断了他这个念想。王爷的茶，怎能不喝？楚娘子好胆魄呀，就不怕本王在茶水里做手脚啊？本宫是镇国长公主，可与王爷马背争锋，刀下见血。若是允于阴鬼毒酒，岂不让天下人看了王爷的笑话？本王即使是屠户，也知道刀下留良将的道理。何况本王还钦佩楚将军，楚将军故去，本王还指望着楚娘子继承衣钵，怎会加害于你啊？谢王爷谬赞。既如此，便请王爷撤了围困楚都的10万铁骑吧，莫让百姓做了黄泉路上的枯骨。楚娘子是将门之后，一定熟读兵书吧？你读没读到过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啊？
新朝立，旧朝亡，就像这香炉里的香灰，总得有人去扫，才能燃新香啊。若是陛下赐王爷金喜寿，享诸侯王权，王爷可能停战。他们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驻校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？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禁军啊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？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。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鸡禽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几率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朔漠兵取道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。这望城
救的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说魔人啊！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帝？我凭何取信帝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。众将士听令，今晚必须焚城度粮。是。是。苏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。宗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
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安全。多谢婶子。当您这般照顾，为了护我，苍木寨舍了不少兄弟。这等大恩，楚昭无以为报。苍木寨经营下护你周全，自当说到做到。铁营虽退，但萧南郡势必会增派兵马。你们尽早离开吧。且慢，这是我阿爹给我的玉佩，待此番事了，我回到楚都，苍木寨可凭此玉佩向我讨封。好。真是块好玉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再来个这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看你的眼神有些古怪？他没恶意，但确实古怪。铁鹰应该已经逃回萧南郡了，萧巡的人应该还会再来，此地确实不宜久留。不错，我们尽快离开。寨主，经此一战，我们折了3个兄弟，还有7人重伤，回了东面3处陷阱，需要重新布置。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走。要准备走了？辞行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县也已经到过了。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：当年我阿爹剿匪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听真话。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，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。若真是误会，木棉红为何不解释，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？若你们不肯说，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。
你了解你阿爹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阿爹，他是大楚战神，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，人人都敬仰他，崇拜他。也包括你在内吗？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？不喜欢。为何？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，是云中百姓的英雄，是大楚的英雄。但我想要的，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，会给我雕木头娃娃，会陪我看烟火，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，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但好像这些都没有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，我娘应该很好吧？我阿爹说，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，满腹诗书，琴棋书画皆是一绝。可惜我见不到了。我娘去世的早，自我懂事起，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。有时我想，我娘要是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，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，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，依然视我如珍宝，处处都护着我。但好遗憾，我娘不在。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，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。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，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。那你想象中，你阿娘长什么样啊？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，她一定是个眉如远黛，眸若秋水，肌肤胜雪的女子。丫头，无论你娘长什么样，你阿爹爱你，胜过自己的性命，这件事从未改变过。韩昭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？没错，这就够了。你娘也一样。
属下无能，没能完成任务，实此恕罪。我们的人马呢？草木寨地形诡谲，竹林中机关密布，我们的人马折损过半。但属下已摸清他们的布防，请准属下带兵再攻。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，他急着返回云中郡，断不会在草木寨久留。草木寨去往云中郡，必经王城。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，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。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，若被楚家收入麾下，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。铁爷，传信说梦，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。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。你说，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？陛下别担心，长公主走之前，奴婢卜了一卦，长公主此行啊，定是遇难成祥。陛下，三舅舅，你这么晚来，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？你燕来舅舅武功很高，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，不要担心。只是这楚灵将军擅自斩杀朔漠使者，恐引来祸端，而且他旧疾复发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。那日朝堂上，太傅说过，若楚将军出事，朔漠会起战事，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。正是如此。这云中郡20万边军，关乎我大楚命脉。若朔漠趁虚来犯，阿宇，你敢不敢一战？孤必然要迎战的。大楚从不惧于战。好，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：如若楚林身死，这20万边军该交给谁来统帅？燕来舅舅，他武功很厉害。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，也好早做打算。陛下且慢。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。陛下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当朝议，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。太傅，是想贻误边关战机。太傅掌印，未得臣用玺，此诏无效。调兵需3省共议，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，该改改了。萧巡传信，楚林病势沉重，大楚朝堂已乱。他想请我3千朔漠精兵绕行萧南郡，直取望城，与萧南军合围云中郡，而后共分大楚。他倒是比谁都着急，这些年的稚子时光，愣没磨出点耐心来。楚灵啊，楚灵！咱们俩缠斗足足20年，你舍命相守的大楚，早就被蛀空了。朝臣倾轧，连质子都还勾引外敌破国门了。如今也该是收取云中郡的时候了。可萧南郡山道险隘，粮草辎重难以通行啊。望城
在云中郡的后方，守备不过尔，轻骑简从，连夜奔袭，快速攻下，不成问题。去，告诉萧巡，本王在望城等他。为何现在才来？楚昭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回云中郡。撤！等等，我收到的军命里没有等，将军只是让我将你活着带回云中郡。 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不送我回宫找皇爷爷了吗？谢艳芳是你什么人？回答我。谢艳芳是你什么人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 她是太子遗孤萧雨，是当今陛下唯一的皇嗣。傅九，我命你保护小殿下。我只遵守军令，但不是你的命令。王萧大人马回来了。做什么？我只是奉命带你走，其他人我管不着。那小殿下，若这小孩真的是天命所归，那他怎么样都不会死。 但若不是，也不用枉费性命救他。你们留在这里保护他。是。姐姐，上一世，阿九也是这样带我逃离楚都。停下，放我下去！我要去找阿玄。 我奉将军之命，要将你安全的带回云中郡。我奉将军之命，要将你安全的带回云中郡。撤！不能让萧巡坐上皇位。楚昭，你不想活了？我得回去救小殿下。不可能！
我一起进攻护驾。是。人越来越多了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会死在你前面的。他来了，传我令，搜捕全城，凡与皇长孙相似者，格杀无论。其余人等，随我一起杀入皇城。是。敢问，是谁释放的火焰令？我放的。我们龙卫军自成立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火焰令。所以我父亲不仅是边军的将领，还是这支神秘队伍的统帅。原来这就是老头说的龙威军。这是火焰令，可号令一支神秘的龙卫军。当年先帝令我暗中训练一队不世之骑，他们可以助你保护州都，保护阿昭。既然有了龙威军在，那离开楚都便容易了一些。上一世，萧巡领兵逼宫，火焰令没有燃放，龙威军一事也从无人知晓。这一次，龙威军便是我阻断他登基的筹码。斥候何在？在。速去探路，尽量避开萧南王的人马。其他人和我一起轰出城去。不，既然有了龙威军，那便不需要离开楚都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皇城。陛下，太子已死，三皇子允令，萧南王世子很快便会进攻胡家，还请陛下早做打算。我这个弟弟从小就很能忍耐啊，如今他倒是也忍不下去了。你说我这个皇位该怎么传才好啊？陛下心中继承大统的人选是萧南王，还是世子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最知姑的心意。去吧，倪昭。是。
我们这样硬碰硬，胜算有几何？城门被破是早晚的事情了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萧薰若是入城，头一个要杀的就是小殿下。第二个要杀的，就是你吧。刚刚冲进去的那个人，难道是？撞门！知道了。总要试一试。好。君命为凭，死守城门，至死不退。阿九，保重。将军说过，城门若破，不配为师。今日就算是死，也要给我死在城门下！萧薰这私奸恶毒至此，整个东宫都被屠了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太子妃和小皇孙也，只有刀和血才是最真实的。这大楚的天下，唯独萧薰做不得。不期集结兵马，随我进京。世子，属下无能。是我大意了，低估了楚灵的本事。是世子妃带走了小皇孙。阿昭，你果然是知道了什么。未得陛下召唤，擅闯者死！我乃云中郡卫将军楚灵之女楚昭，护送小殿下回宫，求见陛下。邓毅，楚娘子认识我？上一世你贵为太傅，是萧薰最为信誉之人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如今看，邓毅必然参与了萧薰的谋逆。我与邓大人曾有过一面之缘。臣邓毅见过小殿下。陛下龙体抱恙，不便召见二位。邓大人这笔偏得厉害啊！楚娘子夜闯进宫，
是想让下官天笔处事谋逆？萧巡许了你什么？九溪，还是从龙守宫？如今太子遗孤在此，邓大人觉得是保个叛党继位的从龙守宫名头好听，还是辅佐幼主的中兴元勋更青史留名？大人以为萧世子登基后会留一个知道他挑起皇子争斗、逼宫夺位的史官？但若是小皇孙登基，大人便是从龙元勋位极人臣，这史册里的每一笔都由您说了算。臣邓毅，请楚娘子代小殿下面圣。小殿下，姐姐，我叫阿雨。好，阿雨，自此刻开始，你我性命休戚相关，生死与共。我父亲是陛下最信任的人，而我愿意成为你最信任的人。姐姐永远都是我最信任的人。陛下，楚灵之女楚昭护送皇长孙殿下回来了。云中郡卫将军楚灵之女楚昭叩见陛下。你倒是和你父亲一样胆大包天，目张法。陛下，夜闯深宫，实非臣女所愿。其常是带着小殿下来我家避险，恰逢我父亲派人回京，危急关头，为保大楚江山社稷，动用了龙卫军，才能成功护送小殿下平安回宫。起来吧。皇祖父，我把这孩子送出去是为了保全他，可是你现在又把他送回这危险之地，你是什么用心？陛下，萧南王世子萧巡设局谋害太子与三皇子，追杀皇长孙，还对陛下心存谋逆。臣女虽与其定下婚约，却断看不得此等逆贼犯上作乱。太医，阿宇别怕，你皇祖父不会有事的。若是陛下现在驾崩，非但我阻不了萧巡，定会被他诬我闯宫弑君。那这一世，岂不是又要前功尽弃？撑不住了，快带楚娘子走啊！
要进军令牌，他们不会拦你的。你们顶住！你都看见了，蛊中毒了，活不到天亮。故意拟好了传位诏书，明日天亮，萧巡就是大楚新的国君。邓毅会把你们安全的送出去。陛下，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？一个6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？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只要江山还在萧氏子孙的手里，就可以去见列祖列宗了。可是陛下，小皇孙若是去了边郡，我父亲又该如何应对？难道为了保他，要裂土封疆，与新帝对抗吗？你父亲手下的20万边军不要参与此事，只要有遍布各地的龙威军就行了，足以保证他的安全。陛下，无论我父亲是否愿意，他都会与新帝成对抗之势。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，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？你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是替孤守住江山。你倒是提醒孤一件事情。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，你父亲不会与他为敌，那20万边军就成了隐患。如此说来，朕也留不得你。我受君命所托，谁杀楚昭，我便杀了谁。大胆！你竟敢犯上作乱，不怕诛你的九族吗？求之不得。两边一起死！阿九，陛下，请让我做小殿下的姐姐。大楚的镇国长公主，帮助小殿下坐稳江山，辅佐小殿下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，陛下您在前底游历江湖时，曾与我的父亲一结金兰。我当了长公主，我父亲就不仅仅是臣，也是小殿下的亲人。所以从此以后，20万边军和各地的龙威军，也是小殿下和我的手兵。所以，这些便是小殿下坐稳皇位的最大筹码。孤虽然要死了，但是依然可以用最后一口气杀了你们这位随时危及皇权父母。那陛下为何不用这最后一口气，为大楚留一线生机？萧巡若继位，民心不定，世家必反，内忧引外患，朔漠必反。到那时，大楚的百姓陷入连年战火，
社稷基业毁于一旦。敢问陛下九泉之下，可安心，可甘心，可有面目去见萧氏的列祖列宗？郑国长公主，陛下放心，这个长公主之位，自我起，自我重。我楚昭一日为长公主，便一日不成亲，不生子，不让长公主之权旁落任何人，也不印记任何人。如有违事，等同谋朝篡位。大楚上下人人得而诛之。臣女这双手，自能持刀退敌，也能斩断所有攀向封印的姻缘藤蔓。臣女要的是100年后史书公笔写：大楚镇国长公主楚昭，终身未嫁，死后与父楚灵的忠骨永葬边关。萧南王世子萧群，请求进宫伴驾。三皇子萧柱，行逆弑兄，屠戮楚都，妄图篡位，天理不容。三皇子萧柱废为庶人，其母族赵氏满门抄斩。萧南王世子萧循，护驾有功，为我萧氏皇族表率。萧世子，请接旨吧。高阳谢氏率5000私兵前来救主。是他。今萤火犯紫薇，逆党构乱，朕二子俱没。幸有魏将军楚灵之女楚昭，英勇聪慧，持刀御马护皇长孙于万仞之中，此诚存我萧氏宗庙血石之功。朕与楚灵昔年并配黄沙，曾折剑为誓，结义金兰。为国朝之永固，朕决意传位于皇长孙萧雨。册封楚氏之女楚昭为镇国长公主，即可废除其与萧南王世子之婚约，